小报记者夏洛蒂。本期的新四星角色夏洛蒂的摄影讲座呢，是由提瓦特地理和夏洛蒂共同出品的。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首先分享一个提瓦特原模最社死的队伍夏洛蒂加弗尼娜，召唤一堆人对原模进行固定的连续拍摄，360度无死角，任何秘密都无法隐藏，最终原模羞愧而死。那么作为老法师，夏洛蒂的普通攻击呢，我们的行话叫做连拍，连续按下3次快门造成冰元素伤害。重击是在高空进行俯拍，能够让被摄目标的脸看起来更小，并且每6秒有一次盲性的闪光，打在脸上呢，消除阴影，可以记录下对方美丽的面容。那元素战技呢，分为点按的抓拍和长按的慢曝光，能够记录下对方优雅的身姿，并且会造成持续的伤害。区别就在于点按的伤害会低一些，持续攻击有4次 ，CD 也更短，长按的时候伤害会高一些，持续的攻击呢有8次 ，CD 呢也就更长，这很合理嘛，长时间的曝光，相机需要处理照片的时间呢也就越长嘛。而在铲球方面呢，点按铲3球，长按铲5球，这就需要大家根据现场模特的动作和相机的电量去灵活的选择拍摄的方式了。那么接下去元素爆发就是搭建一个临时的场域，能对目标进行一次子弹时间的拍摄。当然了，由于经费有限，夏洛蒂呢只能布置4台相机进行连续拍摄，在搭建场域时会产生1次伤害，后续呢还会连续造成8次的闪光伤害，让对方的美丽无处可逃，真是感动常在。那么同时由于相机在自动工作嘛，场地内的摄影团队呢也可以得到休息，能够回复高额的血量，先全体大奶一口，然后对战场的摄影师呢进行8次的小奶鼓励，回复量取决于夏洛蒂的攻击力。那么除了这些常规的拍摄手段之外，我们的夏洛蒂老师还有自己的拍摄天赋。当长按战技用最大画幅给对方施加聚焦印象的印记之后呢，如果在印记持续时间内消灭对方，早早的完成拍摄，就可以缩短我们战绩的 CD 2秒，12秒内至多减少4次。勤奋呢是我们夏洛蒂老师的天赋，但是也只能加钟4次，不可以连续加班。另外呢，由于新闻记者需要长期的前往现场去拍摄，那么和枫丹同僚组队的时候，夏洛蒂就可以获得治疗量的加成，令团队的氛围更加轻松。当和其他国度陌生的同事一起工作时呢，因为不够熟悉，所以夏洛蒂就会进入到单干的模式，此时就会获得冰元素的伤害加成。最后的这个固有天赋呢，道具还没有出，获得该道具之后呢，夏洛蒂就会从新闻记者转职成为提瓦特唯一的战地记者，是非常有含金量的。而随着我们拍摄经验的获得，那拍摄技巧也会提高。一命就可以在释放大招后的6秒内对全队进行3次回复，回复量呢是攻击力的80%，每2秒一跳。2命的效果是，如果夏洛蒂抓拍到多个目标，那么就会备受鼓舞，攻击力就会随之提高，那么可想而知的回复量也会提高。4命呢，传递给我们一个拍摄小技巧，就是先用战技抓拍，然后释放大招进行环绕拍摄，那么大招的威力就会更强，拍摄的效果就会更好。同时呢，还能给相机充电，每个目标回2点，最多5次。而当夏洛蒂的拍摄经验达到巅峰之后呢，就可以成为摄影主任。有了得力助手之后，场上的角色进行普攻或者重击时，只要目标带有夏洛蒂主任战绩留下的印记，那么助手就会进行协同的拍摄，造成冰元素的范围伤害，并且回复现场摄影师的生命值，回复的量是夏洛蒂攻击力42%的治疗效果。那么这句话的表述总让我觉得未来是不是会有限制奶量的设计呢？那么我们看完天赋之后可以发现夏洛蒂老师呢是一个能前也能后的奶妈是一个基于攻击力进行回复的角色，但是他的基础攻击其实非常的低，只有173，好在他突破还是加些攻击力。而夏洛蒂80点的能量呢，让他在未满命之前还是需要堆一些充能的，在180%到220之间会比较的稳健。当然这个取决于队伍的类型比如不和弗尼娜组队的时候，那么对于大招的需求就没有那么大，是不是完美的循环就无所谓了。又比如说在种门或者其他队伍中战场，那么充能的压力就会更小一些。然后我计算了24词条下2攻击加充能杀，武器呢选择 2.5 绝版法器正式之名筒的这个夏洛蒂的回复能力。开大之后呢，前台回复 2.7 万的生命值，后台回复 1.5 万。如果有一命呢，可以额外给全队
每个角色回复6000点生命值，满命之后给前台角色每6秒回复1000点生命值。那这个回复能力还是值得信赖的。在武器的选择上呢，主要就是关注攻击力和充能效率了。视作精魄其实也能选，特效对夏洛蒂和全队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副词条的生命值就用不上了。圣遗物在我看来其实是有蛮多的选择，但是还是得看夏洛蒂在队伍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可以用2+2的攻击力散件，如果想打输出呢，冰套或者猎人套也可以去试试。我觉得培养还是因队而异吧。那么回到配对上，首先推荐的就是这个夏洛蒂加弗妮娜的社死队，因为真的很搞笑。当然，因为夏洛蒂本身是一个4星奶嘛，在 C 的能力上不如5星，只能当做一个驾驶员的存在。而弗妮娜临命的时候，基本就是叶兰的水平，所以我们这个队伍依然是需要比较强力的后台角色来提升一下伤害的，同时也需要抗打断。那么如果我们能组上迪西亚这个低频火，就会有一些意外收获。当然，我觉得随着枫丹后续角色的 up， 肯定能找到更多适配的角色。现在组行丘、叶兰或者8重也都是可以的，我个人会更倾向于双水，解放弗妮娜的充能压力。当然，目前原神社区在龙王的强度笼罩下呢，稍弱一些的队伍都开始有原罪了。但是论血，我觉得你龙王不如我夏洛蒂。然后夏洛蒂作为兵法，理所当然可以去种门当驾驶员了。组行丘加托马加纳西达，猎战放逻辑是自洽的，并且有3个生存功能的角色在一起，托马也不需要刻意去堆生命值了，可以说是十分的安全。输出上因为有种子嘛，那就无需担心了。目前我就尝试了这2支我觉得效果比较不错的队伍。那基于夏洛蒂的有趣设计，我已经打算把它作为枫丹版本重点培养的4星角色了。希望各位也能早日找到自己喜欢的角色吧。我们这期呢就到这里，周末的剧情向内容再见喽。